号称南美最强的防空网北京神盾逆中克星 JY-27雷达全数沉没，俄国 S-300形同虚设，在美军电子战的面前竟然瞬间瘫痪。美军是如何在不被反击的情况下进入领空？背后的关键是谁能掌握电磁频谱，谁就先拿到胜利关键。美国军机如何能在未遭反击的情况下进入委内瑞拉领空？美国它这次动用了150架战机啊，从我的右手边，也就是观众左手边呢，可以看到，它这次呢包含了 F-22A， 还有包含 F-35战机 ，F-35有包含空军的，还有舰载型的，另外又有 F/A-18E/F， 这是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另外，其实很重要就是 A-18G 啊，这个电战机。那同样的，美军呢在空中的这个作战指挥预警管制上用到了 E-2D 的鹰眼机啊，也用到了 B-1 的轰炸机，还有包含 MH-47 的重型的运输直升机，以及UH-60M， 还有包含 H-64啊战斗直升机等等啊，甚至还用到了非常少见的 RQ-170这样一个逆中的这个无人侦察机啊，以及用到大量 KC-135来帮这个美军的机队进行空中加油。那美国这一次它到底能够如何做到完全毫无抵抗的进到委内瑞拉这个防空网？其实很大一个部分就来自于美军拥有全球最强大的伴随式电战能力。什么叫伴随式电战能力呢？其实我们必须要把整个防空网先跟大家做一个拆解来做分析。以防空网来讲，今天委内瑞拉全境，它必须要对空中进行一个侦测，它能够掌握空情，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它会有一个所谓的预警雷达，或我们讲到就是说初级雷达。那这种预警雷达呢，本身它就在搜索的时候，它比如说搜索到了一个空中的目标以后，当它的雷达电波打到被搜索的这个航空器上，这个航空器就会呢启动它的寻达器，告诉这个预警雷达或者初级雷达，告诉他说我是谁，航班或是我的任务呼号是什么。然后呢，另外像以军用的这种预警雷达，它另外其实又会比一般的初级雷达提供更多的资讯，包含它的航向、它的高度，还有跟你的距离。也就是说，它要知道高度跟距离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参数。然后这个时候呢，在预警雷达下方的这个作业手才会知道这个空中目标是敌是友，是不是具有攻击性，或对他来说危不危险。那像一般而言，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左手边看到这个 JY-27的这样的雷达，当然 JY-27的雷达每一个国家买的那个甚至天线大小也都不一样。那你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这个天线要做这么大？因为这个天线这么大，很大一个部分的原因是我们看到现代的那个逆中战机，基本上来说它的这个外形它是针对我们讲到所谓的 X 波段雷达，也就是它这个本身雷达从波峰波谷一个浪打那以及它整个波长非常非常的这个小。那这种非常小的雷达波呢，它的特性是它相对来说它可以做非常精准测绘跟描绘，甚至于你说它可以做成主动相位阵列雷达或是被动相位阵列雷达，可以透过发射出去这个笔状波束等于说你看到那个雷达贴线它本身不会转，但它会射出非常多非常多的探测的电波，然后呢它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锁定一个航空器，而且呢雷达上所呈现的这个画面呢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完整的这样的线条。但是你看到像 JY-27的预警雷达，它本身其实还是用一个机械天线它这个机械天线本身也会转，当它转的时候，你看到雷达上它的显示呢，就是它转一圈就会有一个点光点扫到，然后几秒钟再转回来再找一个点。看到以前过去这个军事影片在一个这个玻璃幕后面就有很多人在玻璃上面画点画线而且他还要倒写说这个东西然后下一个列，然后他把这个整个一个一个连起来，就成为这个可能目标的轨迹。那这时候防空系统就要看到这个轨迹去做这个拦截的决定。那我们刚刚讲到，像比如说以现在大陆的 JY-27雷达，像现在你不管 F-22也好 F-35也好，各种这种所谓的第5代逆中战机，它本身的气动力外形都是去针对这种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X 波段的这种波长小，而且它本身一个浪打一个波形系数相当窄的电波。那所以这种飞机的这种外形都依照就是说能够让它做一个雷达波打到它的时候，能够让它做一个单向的尽量反射。但这时候其实如果说今天我们反其道而行，我们有个波长跟波幅都非常大的一个这种所谓的米波雷达，米就是公尺的意思，也就是说像这种VHF 的这种公尺大小的这种波长的这样的雷达，它一个浪打波峰到波谷可以超过1米以上，然后呢甚至它的波长也会超过1米以上。它这种雷达的特色呢，就是它本身的能量相对来说它可以探测的很远，因为它这样一个能量很大，所以它可以探测很远。同样它打到一个飞机以后呢，它这个飞机被它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电磁波打到，的确一定就会有我们刚刚讲到一个电磁反射。所以像这次包含像 F-35或 F-22，你说今天中国大陆的 JY 预警雷达是不是可以侦测到逆中战机？它是可以侦测到的。但是，在节目中跟各位讲过很多次，今天你要拦截目标，打到一个目标，
很重要的一件事，你是要看得到哦，你才能打得到。但是这个地方也告诉你一件事，你看得到，不见得打得到。为什么？因为像这种 JY27预警雷达，它本身呢，它是一个预警性的雷达，也就是说，它今天转一圈它是提供你整个作战空域中这个空情资讯，但是它并没有办法针对任何一个空中的目标进行包含标定。它可以追踪，但是它那个追踪不是那种战术上这样的追踪，也就是说，今天你要做战术上的追踪，像比如说以 S300防空飞弹来讲，它有一个相位阵列雷达天线打出这种非常频密的这种如笔状般的这个电磁波，然后去连续追踪一个目标，然后最后它会用一个东西叫照明雷达，它会用一个连续波去锁定它，而且要一直跟着它走。那这个时候这种连续波跟着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被拦截了。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为什么美军它这次能够非常顺利的完全如入无人之境般的进入委内瑞拉领空。首先，第一，他先用电子战瘫痪或压制了这个预警雷达，也就预警雷达在美军的电子战上，它本身已经没有效用。第二，也就是说美军其实透过它强大的电战系统，它其实在这次作战之中委内瑞拉并不是毫无损失的。我们看到今天卡拉卡斯在整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地形上面来讲，它其实很靠北边，它背后呢就是海，所以对美国来说，其实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入侵环境，也就是美军的兵力从海上来，美军的作战梯队可以说非常完整，它可以前面先用伴随式的电战机，先让你的所有的雷达侦测系统全部形同虚设，它没有办法看到。方法呢，它就比如说透过复制一个电磁波，然后去对你进行电磁波的压制，就等于把你的电磁波完全盖住了，其实摆明了就叫做盖台了。也就是说，今天你电战它本身来讲，你如果说要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来形容的话，很简单的一个部分就是盖台。那你能够把它盖台呢，相对来说它的侦测雷达，也就是所谓的预警雷达就失去作用。那另外，其实就算你预警雷达能够持续作用，那这时候预警雷达本身也不是拿来打飞机的，那也就是用来打空中目标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例如像 S300，或是呢它的 Buck 的这一类的防空炮车，上面也是有防空飞弹跟机炮，它也是一款弹炮合一型的。那这个时候这种车本身应对敌机来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就要开机。但是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以美军来说，美军的 EA-18G 除了具有这种所谓的电子软杀能力之外，它还有这种叫做电子硬杀能力。什么叫电子硬杀呢？也就是今天你这种像 S300雷达开机去追踪它，然后防空炮车讯号去追踪它的时候，那它其实就可以锁定这个辐射源，也就是说它可以找到对它发射这个雷达波这个锁定电波的这个天线的这个位置在哪里，然后就发射这个高速反辐射飞弹把它打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刚刚讲到，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次中国大陆的这个低频雷达好像感觉可以看到美国战机，但是为什么被美军压制，或者说它声称可以侦测逆中，为什么被美军压制？我们其实也可以长期看到有一些新闻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就是说过去美国的这个逆中战机 F-22也好 F-35也好，常常在中国大陆东海上空巡逻。巡逻这个过程中中国大陆就派战机上来并飞，然后大陆方面媒体就说美军表现很惊讶，如何如何。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美军一点都不惊讶。为什么一点都不惊讶嘞？其实如果你对美军的作业方式了解的话，你就知道美军的 F-22战机它的飞机起飞以后，你去看它的机腹中线的这个左后方，它一定会带一个小小的圆管状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叫什么？那个东西叫做龙柏透镜。龙柏透镜是大陆的这个说法，我个人一直管它叫做 RCS 放大器，就是雷达反射截面积的这个放大器。它是一个光学设备，也就是它可以抓到侦测它的这个雷达波之后呢，它把它放大。它其实也算是一种电战设备，也就是说，它抓到你看它这个雷达波之后呢，它把它加以放大，放大之后呢，那对不起，它其实在雷达上它就不逆踪了，不隐形了。它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其实如果说今天现在是一个平时的这样的状态，那这时候你这个空中其实充满了包含像民航机、军机等等。那对于这个航管单位或区管中心来说的话，它要做一个精准的区隔，它不能让这个战机跟民机这个飞到一起，这样就有可能相撞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军机在空中，即便我不告诉你我是谁，我没有呼号，但它还是要让雷达看得到你，不然的话，哇塞，那今天雷达看这地方没有东西，谁晓得那边有好几架这个逆中战机躲在那边？那这时候他今天指挥一个那个民航机往这个空域飞过去，蹦撞到算谁的？所以其实，在平常的时候美军的这种逆中战机 F-22也好 ，F-35也罢，它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会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龙柏透镜把它打开。但是这个龙柏透镜，也就 RCS 放大器打开的时候，其实同时美军的战机也在做好电子参数的这样的收集。也就是说，当美军的战机在东海上空飞行的时候，它被中国大陆的自己用的这个 JY27预警雷达看到了，或者说任何的这个防空系统的这个电波看到，它都会把这个东西用一个东西叫
什么数位射频记忆啊，也就是说，它把这个东西啊，就马上把它数位化，而且把它放到它的电站的这个资料库里面。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美国在进攻委内瑞拉的时候，迅速的运用它过去所收整到的一系列的战场的电磁资讯，然后用来干扰中国大陆制的 JY27雷达。但是你说这种干扰可以永远一成不变，永远打遍天下无敌手吗？也不是。其实，在电站上面来讲，哈，如果今天你这个作战时间拖长，一定是一个有来有往的状况。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好以委内瑞拉来说，跟美国陷入了一个至少比如说3到6个月的这样的作战的话，那这时候委内瑞拉它这一次被 EA-18G 成功的把它这个锁定而且干扰了，那同样的它会去换频率，也就是说它会换其他的频率。像一般而言，我们空军作战的时候，一架战机雷达，我们会有所谓的这个训练波段跟作战波段。作战波段是不到真正实际状况的时候绝对不能打开来的。为什么？因为打开人家就抓到，就知道原来你的作战频带在这些频率之间，然后它的波形系数什么就抓到，哇，那对方来讲就是得到大奖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前一阵子在中国大陆进行这个正义使命2025演习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的基建保持电磁静默，也就是说它尽量不泄露自己本身的一些电磁这个侦测的这个信号，才会发生之前看到的，就是中国大陆的052第二驱逐舰被我方的派里级巡防舰或成功级巡防舰用照明雷达照射的时候，他会说，你怎么可以用开雷达照我等等之类的。其实陆方他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小心谨慎的，尽量不泄露自己的雷达频谱资讯。但是我们刚刚讲，因为你美军的战机在东海飞来飞去，那它的 JY27雷达在搜索的过程中，它的电磁频谱系数就被F-22或 F-35用这样一个数位射频记忆的方式，长期且忠实的记录。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一次美国把它拿出来对付这个中国大陆制的这个雷达的时候，一点都不意外，它在第一时间就被美军用电子软杀给压制住了。那当然，像我们讲到美军的这个 EA-18G， 它如何来瘫痪敌方的这个部分，我们刚刚前面就有讲到，它有这种电子硬杀跟软杀的部分。电子软杀，像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我的右手边这架飞机呢，是我前年在环太平洋演习的时候拍到的美军最新的 EA-18G。EA-18G 不新，为什么讲最新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翅膀底下挂的这个夹舱，跟大家过去熟悉看到的 ALQ99， 也就是前面会加一个小螺旋桨的不一样，它上面挂的是 ALQ249， 这是美军最新的一个电站夹舱。那这个电站夹舱，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如果它侦测到任何不友善的敌方的辐射信号源，也就是雷达电波啦，那这时候它会分辨它是搜索的还是具攻击性，也就是作战指挥的这个性质的。那作战指挥通常是我们讲到它会是很小的这种所谓 S 波段的这种频率它会非常高能，但是非常密集。那这个时候其实呢，当它接收到的时候，它这2个电站夹舱就会复制一模一样的电波去压制对方，让你的这个电波到我这边的时候，荧幕变成一片雪花。或者它也可以做一件事情，叫做 shadow maker， 做个影子。也就是说，我今天我飞机在这，但是呢，我旁边呢，利用我自己本身的这个雷达反射讯号，我去在我的这个飞机旁边做很多看起来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假的飞机影子。但这个其实本身也是有风险如果当对方防空飞弹上来的时候，也许他会去追假的影子。但是我们刚刚讲，现在的防空飞弹也很聪明它会依照你这些影子或是真飞机飞行的方向跟逻辑，对不对？去判断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如果万一他发现那些影子都是假的，这架飞机的这个动作才是真飞机，那它的这个飞弹就飞过来朝你的背后追过来的。那当然，你追过来也不是说你完全没有办法再去对它进行一些其他的这个反制，比如说丢热焰弹丢干扰丝等等，那也是一个办法。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刚刚讲到 EA-18G 搭配这个最新的 ANLQ249金的这个电站夹舱，它跟过去99最大的不一样是，99过去它在侦测跟反制的时候，它只能选一样，也就是它侦测的时候归侦测，侦测之后要反制，它就要把侦测功能关掉，然后专心反制。ALQ249这个夹舱呢，它可以同时侦测跟同时反制，这可以说是美军现在这个电战中最新的这样一个大杀器。所以也就是说，它不但能够同时干扰对方的雷达中间所有这种通讯的这个电磁波，只要被它抓到，它通通可以用电子干扰。我刚刚讲就复制相同频率的无线电波呢，放在空中让无线电的这个通讯也受到干扰。虽然说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现在也有歼16D 电战型，但只有歼16电战型，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它有实战的机会跟记录，所以它跟 EA-18G 到底谁行说真的还没有比划过，还真的不知道。那当然，若把这套系统放在台海战场，结果会不会不一样？这个题目我将会在我们会员专属影片中为各位资深军迷回答，请订阅频道，加入会员，解锁更多军武会员专属影片，并且在我们节目下方的这个留言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周二晚上8点再见。